美国炒作中国大陆将在2027年统一台湾，其信口开河或会引爆冲突，干涉台海的套路满满。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绍。在中国大陆将反台独写入党章之后，美国政府的一些人士开始了新一轮的炒作台海危机的操作，包括布林肯、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印太地区司令等人呢，都在强调中国在加快统一进程。2027年将是中国的统一元年，而更夸张的说法是，2023年、2025年都非常危险。要注意，美国人似乎从来都不关心中国大陆仍然坚持和平统一的说法，看起来非常想在台海塑造又一场乌克兰危机，甚至呢想通过这场危机来维持美国的霸权。但是任何事情玩过了头，就会出现相反的效果。美国一些前官员和中国问题专家就对拜登政府的台海危机论非常不满，因为这都是信口开河，也可以说是胡说八道。因为美国前官员认为，北京在台湾问题上所抱持的态度始终如一，几乎没有公开证据显示北京在加快武统进程。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伍斯诺说，美国一些军方人士将中国大陆在2027年统一台湾当成是真的，陷入这个时间点无法自拔，好像已经有了一个时间表。实际上，中国大陆一直在完成统一的准备期，从来就没有说过2027年一定要做。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管葛莱伊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台论述最终将引发一直以来致力于避免的战争。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计划总监费拉维认为，美中可能会陷入指责和惩罚的循环，进而加速危机或冲突的发生。因为这类鹰派的论述限制了危机发生时的回旋余地。而在刚刚结束的 G7 外交会议上，G7 国家公开呼吁中国大陆不要通过武力解决问题，强调确保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再次点明中国大陆应严守联合国宪章有关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反对企图单方面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的任何举措。你可以理解为 G7 反对中国通过武力的方式完成统一。如果台湾地区当局不谈，那么中国就不能统一。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魔幻玩法呢？首先，利用台海危机话题呢制造危机和焦虑。俄乌冲突已经引发了欧洲国家的能源危机，并且加大了国际社会对台海和平的焦虑。因为中国大陆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远比俄罗斯强大，台湾地区的芯片也非常重要，所以美国需要不断的炒作台海危机，好像2027年的冲突一定会到来一样，从而让各个西方国家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美国想利用恐吓的方式让西方国家都关注台海危机。第二，美国的另一个阳谋就是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台湾问题原本就是中国内政，现在呢成了 G7 的讨论重点，这不是很滑稽吗？现实就是这样，美国不断的在多边机制上谈及台海危机，从而给中国完成统一大业制造外部舆论压力。第三，通过偷换概念的办法来阻止中国完成统一大业。比如 G7 国家用联合国宪章有关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偷换了这个问题的前提，那就是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再比如，美国经常说台海和平，但从不指责或反对台独活动引发了台海危机，并且从来不提及台湾地区当局拒绝承认一个中国，也不面对统一问题的现实。所以拜登政府在美国军力的相对下降之后，阻止中国统一的套路变了，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当然，如果中国大陆的实力足够强大，那么这一切都是浮云，就让他们先打打嘴炮过过瘾吧。真正决定中国统一时间点的，只能是中国人自己。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